真是麻烦。丽莎，药来了，你没事了？那女人治好了我的病。什么？无论如何找到这玉佩的主人。青青，妈，这个照片上是不是真的？妈，事情不是照片上那个样子，你快下来，我给你解释一下。好。妈，你别想我，妈，快来人，快来人，救救我吧！逆女，跟野男人在酒吧做出那么不要脸的事情，苏大的脸都被丢尽了，就是因为你妈才跳了楼。爸，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我求求你了。我看就别白费力气了，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怎么还有的救啊？爸，只要你能答应我，我做什么都可以。让我救他可以，你马上给我滚到乡下去，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踏进北城半步。没有苏青那个贱人，以后整个苏氏就是咱们的啦。来，干杯！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擅闯苏宅？我家少爷是厉默笙。厉默笙，就是那个产业遍布全球，跺跺脚就能让华国抖三抖，北城第一豪门厉家的长孙厉默笙。这么晚大驾光临，不知厉少有何吩咐？厉少说了，他愿意娶苏小姐为妻。什么？厉少能够看上我家婷婷，那可是他的福气。哎呀，我可听说了，这个厉少不仅长相丑陋，性格暴虐，而且还身患怪病，没几年活头了。这婷婷要是嫁过去，可是要守活寡的呀。可是我们家婷婷还在上大学。厉少说了，这事儿不急，婚礼可以等苏小姐3年后毕业了再举行。告辞。我乃万草堂左护法，恭请苏小姐继任老堂主一波，接掌万草堂。我呀，厉家送1000万豪车1辆，翡翠豪庭住宅1栋，礼金5000万。爸，我不嫁，我要是嫁给厉默笙，这辈子真的完了。婷婷，这不是没有办法吗？谁让那个厉默笙偏偏看上了你？你也知道，这个厉家我们根本得罪不起。爸，我有个办法。其实文强，咱们家又不是只有婷婷一个女儿。你说的意思是让苏青替婷婷嫁到厉家？好，这个办法好。可是姐姐她会同意吗？哼，她要敢不同意，我就把她妈妈的医药费给停了。你现在就去乡下把苏青给我接回来。是。拜见堂主。堂主，您要的还魂草已经找到了，在什么地方？在厉家手里。不过听说这一东西是厉家的传家宝，恐怕不会轻易相让。厉家的实力您也是知道的。还有，苏家来人了，要接您回去，替苏婷嫁给厉默笙。厉默笙。妈，等我拿到还魂草，就立马就行你。
还有3年前的账，也是时候和他们算清楚。苏青，像你这样的残花败柳啊，能嫁到厉家那是你的福气。这样的福气给你，你要不要？你什么态度啊？你把自己亲妈害成植物人，要不是为了替我出嫁，你这辈子啊都只能待在乡下。你以为你是苏家大小姐，其实不过只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婊子。你敢打我？3年前，我到底为什么失身？我妈又为什么跳楼？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你胡说八道什么？苏婷，3年不见，我送你个礼物，好好享受吧。厉家迎亲的队伍都到家门口了，还不赶紧出门？我还会再回来的。都说厉家是北城第1豪门，果然名不虚传。还魂草会不会就在这里？你在干什么？你是厉墨山？你不是苏婷。厉少，你先回答我的。回答我。我的确不是苏婷，我是她的姐姐苏青。好啊，苏家居然敢找个冒牌混过来。我听说厉家娶媳妇儿就是为了冲喜，至于娶谁过来，对于厉少您来说不重要吧？那你呢？你心甘情愿后半辈子守活寡？守活寡？那可未必。厉少，我来到这里就是来帮你的。帮我？怎么办？看你面色发白，呼吸声薄弱，脉下虚浮。根据我的诊断，你的病症十分严重，一旦发作起来就会浑身疼痛难忍，神志不清。我说的没错吧？跟我合作，我可以帮你治好病，但是你要送我一样东西，怎么样？想跟我谈条件，那不如先把你本职工作做好。本职工作？苏小姐，您该不会忘了你今天来是干什么的吧？你要干什么？新婚之夜，苏小姐，应该干什么你不会不清楚吧？怎么，苏小姐，不愿意，还是说你替想到厉家来是有其他的目的？谁说我不愿意了？这种事情怎么能劳烦您亲自动手呢？还是让我来服侍您。传闻厉墨生不近女色，我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厉少，该死，他怎么还不把我推开啊？抱歉，我可没有让你主动的习惯。天哪，少爷碰女人了！快，赶快告诉老夫人去！你没事吧，厉墨生？厉墨生，你没事吧？你说话！厉墨生，你没事吧？你说话！不好，墨生，哎，不好了，墨生又发病了。夫人，属下发现厉少的新娘不是苏家2小姐苏婷，而是苏家大小姐苏青，需不需要揭发她？不用，你把这个放在厉墨生的饭菜里头，只要他彻底消失，我看以后谁还敢跟我的儿子争，正好可以赔在你的替死鬼女儿身上。怎么会这样？大师不是说结了婚，墨生就会没事了的吗？是啊，大师明明说你不是苏婷，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苏婷，你到底是谁？妈，我知道了，是因为新娘搞错了，才害得莫生发病的。混账东西！苏家好大的胆子，莫生要有个3长2短，我要让你苏家整个来陪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少爷注射镇定剂！住手！你又想干什么？他的病我能治。笑话！你个冒牌货，还大言不惭说能治莫生的病。没错。你知道莫生这些年寻遍多少名医吗？你以为你是大名鼎鼎的苏神医啊？如果他老人家肯出山的话，莫生的病还有几分希望。我就是苏神医。什么？你是苏神医？还不赶紧让开！再耽误一会儿时间，他的病可真的没得治了。哈，真是给你脸了吧？你当我们都是3岁小孩啊？苏神医他可是万草堂的堂主，在江北山是极负威望。他老人家今年起码70、80岁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老夫人，请你相信我。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如果莫生他有个3长2短，你拿什么赔？用我的命。这个冒牌货的命一文不值。来人呐，把他给我抓起来！林莫生，有人想害你，一旦注射镇定剂，大罗神仙来都救不了你了。你相信我，我能救你。走。张开，开门！把门给我打开，听到没有？开门呐！林莫生，你深呼吸，尽可能让自己冷静下来。你放心，等会就没事了。这一针可能有点猛，坚持一下。吃了药就没事了，吃药。吃完药就没事了。快吃药！到底怎么回事？妈，这个冒牌货反锁了房门，他先是冒充苏小姐，嫁进咱们厉家，现在又挟持了莫生，他肯定是图谋不轨。开门呐！莫生，赶紧去给我找钥匙，快！你们还不赶紧把这个冒牌货！你们几个还不赶紧把这个冒牌！莫生，你没事了吧？怎么会这样？我没事了，奶奶，放心吧。刚才让您担心了。哎呦，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莫生呐，你这没事可真是太好了。刚才呀，可把我跟奶奶吓坏了。你呢，现在刚刚恢复，好好休养啊。来人，把这个冒牌货给我带走。凭什么抓我？就是因为你这个冒牌货，才害得莫生发病。你还好意思问凭什么？刚才可是我救的他。就算你救了他，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带走。刚才的确是他救的我。什么？是你救了莫生？妈，就算是他救了莫生，也不能掩盖他冒充苏小姐、冒充苏神医的事实。老夫人，我的确不是苏婷，而是她的姐姐苏青。您听到了吧？我不管他是谁，我只知道你是厉家的福星，而且呀，你不就是苏小姐吗？老夫人。什么老夫人？叫奶奶。妈，奶奶。哎，时候不早了，我们就不打扰他们2个人休息了。孙媳妇儿啊，今天晚上就全靠你了。走，我们走。靠我？既然你都没事了，那我就先走了。想跑，没那么容易。
没事了？叫会吗？你脑子没问题。厉墨山，你恩将仇报！啊！你敢对我动手？动手就动手了呗，谁怕谁啊？这你说的。你亲家的枪！你这么莫深也就算了，没想到啊，孙媳妇儿也这么凶猛的，也不知道啊，莫深的身体吃不吃得消啊？你就等着抱重孙子吧。厉墨山，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你没事吧？我困了，睡觉。这人是猪吗？说睡就睡。素婷，你今天晚上应该也不好过吧？真是麻烦。今天晚上苏青那个贱人肯定会被厉墨生折磨得生不如死。那个贱人死了才好。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呢。妈，我这身上好痒啊，好痒啊！我看，好痒啊！怎么了？你别哭了，婷婷。哎，你干什么？哎，你脱衣服干什么？你脱！哎，不许拍照！你给我把手指收起来！早呀！过来坐，过来坐。还早，也不看看几点了。新婚之夜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一点规矩都不懂。不过呢，也难怪。听说你之前一直住在乡下，怪不得昨天一看到你啊，就闻见这满屋子啊都是穷酸晦气。巧了，我昨天看到二夫人您，也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呢。什么味道呀？当然是骚味儿啊！什么味道呀？当然是骚味儿啊！你什么意思啊？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但是我也只是实话实说，毕竟我真的不是故意讲你是小三上外这件事情。苏青，你好了，青青也不是故意的，毕竟她说的也是事实啊。妈，青青，你起来这么晚，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吧？奶奶，我没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呀，被他折磨的。莫深昨天怎么折磨你的呀？我昨天就站在那儿呢，他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把我扑倒，然后在床上对我大大说：“就这里的，把我头疼的。”少夫人年纪轻轻，满口都是什么虎狼之词。还有呢，哎呀，少夫人，这种事情你和少爷私下交流比较好一点。
孙媳妇儿啊，昨天晚上辛苦你了。那今天晚上再继续辛苦一点。还要继续啊？去把那些都拿过来。拿什么呀？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这么神秘啊？这呀是石头别墅的房产证，还有一些我多年珍藏的珠宝和金银首饰。这些呀都是奶奶给你的见面礼。见面礼？我知道呀，这些东西都委屈你了。不过你放心，市中心的几栋大楼，还有城北的几个地皮呀，这些东西我都准备好了。这儿还有一张黑卡，这是奶奶给你的零花钱。零花钱？其实不用。奶奶给的就收下吧，别辜负老人家一片心意。拿着。谢谢奶奶。谁要是当您的孙媳妇儿呀，可真是天大的福气。妈，其实啊，我今天也有件事儿。进来吧。奶奶。小峰，你怎么回来了？小峰啊，坐的头一班飞机，这孩子可孝顺了。他呢，一下飞机啊，就迫不及待的来看您了。小峰，你刚回来，在家好好休息2天嘛。冉冉，坐那边去，别挤到奶奶。妈，小峰啊就不用休息了，他已经毕业了，所以我现在呢有个想法。什么想法？你看默笙身体一直不好，还得打理公司，多辛苦呀！我就想着呢，让小峰啊去帮帮默笙，一来呢也可以分担一下嘛，二来也可以让我们小峰啊历练历练呀。奶奶，我也是厉家的一份子，我有责任肩负守护厉家的重任。不必了，我管理公司不需要别人帮忙。我说默笙呐，我这么提议呢也是为你好，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这个身体啊，实在是不适合太操劳啊。妈，我听说上个月默笙开着会呢就晕倒了，这要是有个3长2短的。是啊，哥，您可千万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难道你愿意让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呢，虽然能力不如你，但我就一个优点，那就是我身强体壮。妈，您就自己做个决定吧。默笙啊，我倒觉得你笑什么？身强体壮，我看病入膏肓差不多吧。身强体壮，我看病入膏肓差不多吧。你敢诅咒我儿子？没有啊，我就是实话实说而已。青青，到底怎么回事啊？奶奶，你知道的，我会一点一说。所以小叔刚刚一进来，我就觉得他不太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他的身体虚得厉害，要是再不医治，恐怕没有几天日子了。什么？放屁！你这个女人在这胡说八道什么？我身体好得很，一点毛病都没。哥，我知道你对我有偏见，但你也不能怂恿你的老婆这么污蔑我。我老公从进来到你现在，可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怎么就怂恿我了？你信不信？只要我拍你一下，你的病立刻就会发作。有没有病，咱们试试不就知道了？怎么不敢？不敢，是就是，谁怕谁？过来！你过来呀！你怎么不过来？为什么不过来？好了，你去吧。什么事都没有啊！啊，奶奶，妈，你看我一点事都没有啊！我们家小峰那可是……小峰，啊，怎么了？小峰啊，疼死我了！你这个贱人，你是不是对我们家小峰做什么了？我可什么都没有干，我就是过去拍了他一下。小峰，是他自己有病。话说他的病还是我发现的，你应该感谢我才对。我还感谢你，我跟你拼了！我的女人，轮不到你来动手。奶奶，苏青刚嫁过来，家里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置办，我们先走了，走。
你们给我站住！你们还不赶紧把二少爷送医院去！林墨山，我可是帮了你2次了，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合作啦？你的医术是不错，但似乎你的医术不光可以救人，还可以害人。令少，你说笑了。我要是想害你，我昨天就已经害了。你放心，我既然说了帮你治好病，就绝不会食言。好啊，那就等你治好我之后再说吧。林墨山，怎么回事？李秘书，派一辆车现在过来接我。等他派车来也太慢了。直接派辆直升机过来吧。哎呀，不用那么麻烦，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就等着瞧吧。嘿，上车！这就是你想的办法？这可比你开车快多了。不错。林墨山，你可想清楚了，在这儿你万一身体有个点啥不舒服的，可连个帮你的人都没有呀。备好，坐好了，我们要出发了。我劝你最好抱紧我。我说了，抱紧我。婷婷啊，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我知道了，一定是苏青对我做了什么。就凭他，哪有这个本事啊？妈，一定是他。好，那等我回来，好好收拾这个小贱人，给你报仇。哎，妈，你看那个是不是苏青啊？还真是啊。那旁边那个男人是谁？那还用说，肯定是在外面找的野男人。昨天才嫁进厉家，今天就在外面找野男人，还是个骑电动车的穷鬼。妈，你说要是厉默生知道苏青给他戴绿帽子，会是什么下场？那还不抽了他的筋，扒了他的皮呀！你先进去等我，我接个电话。你好，麻烦您帮我把这件衣服拿一下吧，我要试一下。我听说啊，你是骑电动车进来的。实话告诉你，我们这家店啊是高端商场，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买得起的。苏小姐、苏夫人，你们来了。哟，这不是苏青吗？来这种地方消费啊，也不怕丢人现眼。比不上你啊！昨天晚上吓到别人了吧？今天还敢出来？是不是你干的？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你有证据吗？我没有证据，但我没有证据就闭嘴。苏青，难不成你以为你成了厉夫人就是上等人了？而事实上啊，你连厉家的一条狗都不如。厉家的钱啊，你一毛都拿不到。那可不劳烦您操心了。你跟这个贱人废话干嘛呀？你可是苏家千金，身份尊贵。哎，我说你们店里怎么回事啊？啊，这种下等人根本买不起这里任何一件衣服，还不赶快把他给轰出去？这位女士，请您马上出去。别说买件衣服，就算买下整个店、整个商场，又有什么问题呢？你就骑个破电动车，还扬言买下整座商场？你要是能买下这里任何一件衣服，我现在跪下来给你当狗叫。这可是你说的。帮我把货架上所有的衣服都包起来。这是帝国银行发行的黑卡，全球限量10张。别说买下这座商场了，买下整条街都没问题啊！这是帝国银行发行的黑卡，全球限量10张。别说买下这座商场了，买下整条街也没问题啊！你是不是看错了？女士，您是我们的贵宾，我马上就把你这些衣服都包起来。妈，
清这个贱人怎么会有帝国银行的黑卡？那还用说，肯定是从厉家偷的。那现在怎么办呀？我刚刚好像听别人说，如果我能买下这里的衣服，有人就跪下来学狗叫呢。苏青，你想让我跟你下跪，休想！不跪是吧？妈哟，行这么大的礼啊，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了。妈，你没事吧？苏青，你得意什么呀？我们刚刚可全都看到了。我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听不懂是吧？好，我现在就给你看。找这么老半天，我帮你照照看。看，你说我要是把这张照片发给厉默生，他会是什么反应啊？说不定啊，他会当场把你碎尸万段。随便我。以后不说怎么是个下贱帖子，都这样还能无动于衷？给你，你现在就发给丽莎。什么？你说3年前的女人不是苏婷？是的，丽莎。根据我最新找到的线索，那天晚上苏小姐很早就离开，所以不可能是她。但是可以肯定，的确是苏婷的。那不是苏婷还能有谁？难道是苏青？这个，属下在等着。快，用最快速度给我拿到苏青的全部资料。是。对了，丽莎，王总听说你和首富全世界工程找尽皇家跟军警，属下不拦住。知道了。照片我已经发给厉默生了，他说一会儿就到。那我等着。好帅呀！妈，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就是苏青的野男人啊？没错，就是他。好啊，苏青，你的野男人都来了，一会儿看你怎么抵赖。谁说我要少来了？你终于回来了。你个贱人，真是不要脸，跟个野男人搂搂抱抱的。厉默生，他说你是野男人，你说好不好笑？厉默生，真是笑死我了！哎，苏青啊，我还以为你的手段有多高明呢，原来是找这个野男人来冒充厉少。你看他一副穷酸相，那小白脸还冒充厉默生，谁信啊？厉默生，他们不相信你，还装呢？我看等一下真的厉少来了，又是你的死期。快，别让厉少等久了，走。妈，看那个是不是厉少？那还用问？那么大阵仗，长相丑陋，肯定是厉少没错了。厉少，你又来了。厉少，他们俩在这偷情，被我们逮个正着。厉少，厉少，不知道您大驾光临，招待不周，还请受罪啊！厉少，厉少，您糊涂了吗？您说这个小白脸是您自己？混账东西，竟敢称呼厉少为小白脸儿！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可是苏氏集团董事长夫人。苏氏集团。不入流的小公司而已，给厉氏踢鞋都不配。你，妈，跟这些人有什么好争的呀？要我看啊，他们压根就是一伙的。苏青，你好大的本事啊！找这么多帮手，要花不少钱吧？王总，王总，您怎么来了？王总，我记得这家商场的老板是世纪集团的王总，难道？他就是王总，王总是厉家的心腹，传闻只听命于厉少一人。所以你是？这是你发的？你真的是厉少？不然呢？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一定是你偷走了厉少的手机。你们再敢污蔑厉少一句，也怪我不客气。王总。下手这么狠，别把人给打坏了。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以后再有这种情况，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丽少，都怪我们有眼无珠。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和我们计较。丽少，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但我们也是因为担心姐姐又想不开，做出红杏出墙的事情。毕竟3年前在经销会所，3年前，经销会所，我好像说错话了。丽少，您不知道，这丫头从小性子野得很。3年前，她不知检点，和野男人苟且，整个北城都知道，还害得她亲妈从楼上。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丽少，你听我说，你我的老婆轮不到别人来依赖，我不想看见他们，让他们在我眼前消失。带走！你们敢这样对我？我可是苏氏集团董事长夫人，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是苏家千金，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林墨生，没想到你这个人还挺够义气的，今天能够帮你。我这个人只是不喜欢欠别人人情罢了。你之前帮过我，现在我们两清。那可不行，我可是帮了你2次，你才帮了我1次，你还欠我。你确定你只帮过我2次？不然呢？3年前，你去过经销会所。是。你在那里发生过什么事？遇见过什么人？这都和厉少年没有关系吧？还是说你相信了他们的话，认为我私生活不检点，有损于厉家或者厉少年的颜面？我让你回答。当时什么？我当时被人陷害，但是我后来逃出去了，没有进过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我应该没有什么骗你的理由吧？堂主，有人花重金买你的资料，对方是什么人？还不知道。把我准备好的资料发给他。让你查的东西都查到了吗？是。少夫人从小在北城长大，3年前才被送去了乡下。在这期间，她并没有机会和二房见面，所以她并不是因为叛逆。又是3年前。3年前她为什么要乡下来了？说。我今天找到了这个人，据他所说，当时收了一笔钱，但是并没有碰少夫人。然后少夫人就回到苏城了。谁指使的？他也不知道。那苏青呢？跑了之后又去了哪？少夫人回到苏宅后，他母亲就什么？他母亲就从楼上跳了下来。当时苏宅上上下下好多人都看见了。为了保住苏家的颜面，他们选择了封锁消息，然后把少夫人就送去了乡下。看来她不是3年前的那个女人。少夫人。少夫人这么晚了在外面，大半夜的鬼鬼祟祟，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备车，跟上他，我倒要看看他推荐到厉家来到底有什么真实吧。医院，少夫人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你在这里等着我。好。哎，您好。请问刚才有一位苏小姐来吗？是苏青苏小姐吗？啊，对。苏小姐去了特护病房。特护病房？对，这边走。好，谢谢啊。妈，我来看你了。对不起啊，这么久都没有来看过。你放心。这3年来，我都过得很好，没有被别人欺负。但是这几年来，我无时不刻都在想着3年前发生的事情。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那些害了我们的人付出代价。我现在呢，已经嫁到厉家了。等我拿到还魂草，我就能治好你的病。到时候，我们就能找到真正害你的凶手。妈，你相信我。
你怎么在这儿？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我来医院看一个朋友，现在就回去了。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什么呀？你替嫁到厉家来，是为了拿到韩魂子，救你母亲的命。我说的没错吧？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我，就算我跟你讲了，你也不会相信，更别提把那钱给我。那是以前，现在我相信了。我同意你之前说的合作，只要你治好我的病，我就帮你拿到魂子。当真？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哎，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情。什么事？你既然已经知道我嫁进厉家的目的，那等到合约达成，我们就立马去解除婚姻。这件事情以后再说。我再说。哎，厉墨生，这是什么？这是药浴，对于缓解你的病症呀，非常有好处。哎，你干什么？愣着干什么？赶紧脱呀！你确定要我脱？喂，我可是医生，都不知道见过多少个。哦，对了，稍等我一下啊，我去拿瓶药。我还以为你有多大肚子，就这样。赶紧进去。就是男的嘛。感觉怎么样？还可以。为了让它发挥出更好的药效，我帮你按下摩，可能会有点疼，你到时候忍一下。疼不疼？不疼，去，一点感觉都没有。嘴硬吧你就。停！怎么了？不嘴硬了？这点疼你就忍不了了？我叫你停！刚才好像是的疼啊。我就说吧，我给你加点热水。苏乔，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还要再等2个多小时呢，要不你立一会儿，雪莉就交给我了。这两人安静的时候，还是挺可爱。厉墨生，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像被人打了一下。看我干嘛？不会是被我打的吧？你觉得呢？那我肯定不是故意的吧？时间到了，你可以出去了。婷婷，你别这样了，你这妈很心疼。妈，我不甘心。你看李墨生哪有半点病入膏肓的样子？如果当初嫁过去的是我，那么现在丽少夫人的位置就是我的。好了好了，当初谁也没见过丽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再说了，婷婷，说不定呀，咱们还有希望。李墨生已经娶了苏琪那个贱人，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啊？你别忘了，当初丽少要娶的是你。说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丽少……厉夫人，厉夫人，您今天找我们来是？
开门见山，今天找你们是来谈合作的。跟我们合作？我要你想办法代替苏青那个贱人。事成之后，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可是厉夫人，苏青现在已经是厉少的妻子了。这有什么？只要你得到了厉默生的心，你还怕做不成厉家的少夫人？问题是，我该怎么得到厉少的心呢？3年前，你不是在经销会所救了厉默生一命吗？我？没错，是我。你对厉默生有大恩，只要你提出要求，他都不会拒绝。原来这就是厉默生当初要娶我的原因。可是厉夫人，我现在连接近厉少的机会都没有。下一周就是陈老的寿宴，最近厉氏跟陈氏正在谈合作，所以厉默生也会去。这2张请柬你收好，到时候就看你的表现了。苏青还没好吗？我去催一下少夫人。看一下，这个造型怎么样啊？少夫人，你也太好看了，你比现在外面好多明星都要好看。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也就那样吧。这个古董花瓶呐，是陈老的心头好，只有送给他，以后的合作呀就水到渠成了。放心吧，奶奶，那我们先走了。他就是厉家长孙厉默生，长得也太帅了吧！和传闻啊一点都不一样。她就是厉少夫人，长得也太漂亮了。漂亮有什么用啊？我听说她是一个乡下人，一个乡下人何能嫁给厉少呢？厉少，稍等一下。贱人，你竟然参加陈老的寿宴！你都能来，我怎么就不能来了？话说，你今天又准备什么令人现眼啊？咱们今天走着瞧。苏小姐，贺礼交给我们吧。谢谢了。苏青啊，苏青，我看你弄坏了送给陈老的贺礼，怎么跟厉少讲？现在我们掌声有请陈老登台。不愧是南城第一世家呀，陈老风采不减当年啊！各位，现在我宣布，寿宴正式开始。陈老，这是星辰集团送给您的贺礼，在这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么好的翡翠，至少上千万。陈老，这是宋氏集团给您的贺礼，请您品鉴。哇，极品夜明珠啊！我记得去年起拍价就已经高达3000万。有心了，连上好的翡翠和夜明珠都入不了眼，只怕今年是没有陈老喜欢的东西了。陈老，这是我代表苏氏集团为您准备的贺礼。这是延年丹。这个丹药，你是从哪里弄过来的？这延年丹出自万草堂苏神医之手，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苏氏集团为了祝贺您的寿辰，费了好大功夫，特意寻来的。苏氏真是厉害，连苏神医的神丹都能弄来。苏氏今晚出尽了风头，恐怕以后华国世家要有苏氏的一席之地喽。苏氏有心了，快，来人呐，给苏小姐拿把椅子。厉少，下一个就是咱们了。你准备一下，
什么情况？我不知道。要是没有贺礼得罪了陈老，咱们和陈家的合作就全完了。你去家里把那柄玉如意求回来。是。来不及了。贺礼既然是我保管出了错，这件事我会负责。陈老的贺礼交给我。少夫人，这么晚了，去哪里拿什么贺礼啊？放心，交给我。苏青，你有把握吗？好，那就交给你。下面有请力士集团。陈老，我代表力士集团祝您福禄寿喜，松柏长青。今天可是陈老的寿宴，你该不会没有准备贺礼吧？力士集团什么意思？是瞧不起我老头子？陈老，你说笑了。力士一直对您尊敬有加，怎么可能不准备礼物空手？那你的贺礼在哪儿呢？我怎么没有看见呢？陈老，这就是厉家为您准备的贺礼。陈老，这就是厉家为您准备的贺礼。这草，这就是你说给陈老准备的贺礼啊？正是。一株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破草都敢拿来送给陈老，这不明摆着是在羞辱他老人家吗？陈老，苏青当众羞辱您，您应该立刻把他赶出去。你们还站着干什么？赶快把他拉出去！今天我在这儿，我看谁敢动。厉少，这种时候你还护着他呀？是啊，厉少，何必为了这个女人惹自己一身骚？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等等，这是仙露草。仙露草？难道这是传说中苏神医用鹿血培养出来的神草？相传病中垂死之人，哪怕吃上一片叶子，也能立刻清醒过来。听说这草有价无市，每一株都是无价之宝。陈老要是喜欢的话，这些都送你。厉少夫人竟然能一次性拿出这么多，她究竟是什么人物啊？你怎么会有仙露草？你是苏神医？不，这绝对不可能。是啊，陈老，您肯定认错人了。不可能，能有仙露草的只有苏神。陈老，您说笑了，我不是苏神医，我是苏青，厉家的少夫人。你明明……我只不过是运气比较好吧，偶然间在乡下遇到了正在有力的苏神医，这些仙露草就是他给我的。虽然我不是苏神医，但是也有幸得到他的指点，跟他学了一些医术。苏青，你好大个胆子，竟然敢拿假药送给陈老！苏青，你胡说八道什么？这延年丹怎么会是假的？是啊，你说是假的，你有什么证据？我当然有证据。延年丹之所以珍贵，是因为里面添加了一味蓝鳞草。这味草呢，一旦沾上水，水就会立马变成蓝色。没错。你还敢说这不是假的？大胆！你们竟敢蒙骗我！陈老，您听我解释，我们也不知道这药是假的。陈老，请你相信我们。来人呐，把他们两个给我轰出去！陈老，听我解释。陈老，你相信我们。你送给我的礼物太贵重了，作为回报，城市在南城旅游度假开发项目全权交给力士。多谢陈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苏青为什么会有仙露草？还能为什么？肯定是厉家提前做了2手准备，咱们大意了。妈，苏青现在大出风头，咱们该怎么办呀？婷婷，你先别急，你可别忘了，咱们今天的目的可不是什么陈老，而是厉默生。今天还好有惊无险啊！哎，
厉默生，你干嘛走路走走停停的？你到底是谁啊？你糊涂了吧？我是苏青。据我所知，仙露草离开土壤半个月就无法存活，但是你已经到北城1个月了，所以那不是苏神医。我应该叫你苏青，还是苏神医？我是谁都要吗？反正我们也只是合作关系，等到合作结束了，我们就立马离婚。我什么时候说要跟你离婚了？你记住了，在厉家只有丧偶，没有离婚。你少爷真是会开玩笑，婚姻自由，我怎么就不能离？还有，你难道就没有什么想娶的、喜欢的女人吗？知道这个，我倒是很好奇啊，你当初为什么要娶苏青？我以为她是那个女人。哪个女人3年前，有个女人救了我一命，如果没有她，我可能已经死了。所以这3年来，我一直在找她。那你如果找到她的话，要如何？娶她？也不知道是哪个女人这么幸运啊，能够得到厉少年的青睐。不过你放心，等到时候你找到她，我就立马把厉夫人的位让给她。我话还没说完，在这之前，你稍等一下，我先去个洗手间。苏青，我这是怎么了？厉少，厉少，怎么是你？厉少，难道你忘了我吗？虽然过去了整整3年，我是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厉少你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厉少，3年前在金宵会所，是我救了你，难道你都忘了吗？这些年我对厉少你可是一直念念不忘。既然是你的话，为什么要让苏青替嫁呀？厉少，这其实是个误会，是苏青，是结婚那天苏青她打晕了我，冒充我出嫁，她才是一切的始作俑者。你说的都是真的？千真万确。厉少，3年前为了救你，我把自己宝贵的第一次都义无反顾地献了出去。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你的女人，厉少，就让我做你的。这玉吊坠是你的吗？是我的，只是一定是我不小心掉在那儿的。居然是你！对，就是我。 3年前害我发病的人，差点要了我的命，我找了你3年，今天终于找到你了。什么？说，为什么要害我？不是我，厉少，不是我，我不可能害你啊！还说不是你？你不说这玉吊坠是你的吗？是苏青，这个玉佩是苏青的。你说这玉佩是苏青的？对，就是她。如果厉少要算账的话，就去找苏青。是她，果然是她。厉少，甜蜜，你和厉少进展的怎么样？妈，我跟你说，原来3年前苏青那个贱人害得厉少发病，还差点丢了性命。哦，你说的都是真的？等一下我们就有好戏看了，说不定厉少啊，等一下当场杀了苏青那个贱人。你们都看过来。林深，怎么了？原来真是你！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你不需要明白，我会用行动来证明的。
跟我来，你就知道了。李默生，你放开我！发什么疯啊！李默生，你别对着我发神经，你要疯去一边去！我还是头一次见厉少这个样子，该不会是传说中的霸道总裁吧？很有可能。你叫我什么？李默生。不对。厉少。我想听那天你在奶奶面前说的。老公。少夫人是个狠人啊！弄完了，厉少肯定要发火了。嚯，被打还这么开心，难不成厉少有受虐倾向？哇，这是暴风雨前的风平浪静，我得去看看他。厉少，厉少。你说，怎么能让一个女人喜欢上自己了？啥？那个我也没谈过恋爱，我不懂。让你说你就说。那我就说了。一般来说，让一个女孩喜欢上你有3种方法。什么办法？第一种呢，就是展示你的优点。一般来说，女孩她都喜欢这种英俊温柔的男人。有道理。你继续说，我记一下。你也太认真了吧？第二种就是你多说些好听的话，那女孩她也喜欢听那些甜言蜜语，对吧？然后，第三种就是投其所好。哎，你得知道对方他喜欢什么。明天去给我准备一下。准备啥？这个准备。少夫人早。厉少，怎么回事啊？这些都是厉少特意让厨房为你准备的。这不会就是传说中最后的早餐吧？我不就给了他一巴掌，不至于要了我的命吧？不是，夫人。厉少早。怎么，一晚上不见我就认不出来了？李默生，你这身穿的，该不会是厉氏遇到什么经营困难，你要去做牛郎了吧？不是，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说嘛，我也是可以包养你的，何必这么委屈自己呢？厉少，人小不忍则乱大谋。坐。怎么样？喜欢吗？还行。你要是喜欢的话，每天都给你准备，亲爱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拿我的衣服给我擦，你就不能找张纸吗？有纸吗？没有。好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厉少，哎，等一下，厉少，哎呀，您别跟少夫人生气了，她肯定不是故意的。现在前2个办法都不行了，只剩下第3种了。啊？我现在就去准备。婷婷，你不能再喝了！你还给我！妈，3年前和苏七睡的那个人是林默生，而救了林默生吗？是苏七。
到头来我才是那个笑话。婷婷，哎呦，你拿它过来！妈，我要毁了他，我要让他痛不欲生，甚至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样，厉墨生就是我的了。婷婷，你想怎么做？你告诉我。最近那个贱人现在很得意是吧？别忘了，他最重要的东西还在咱们手里。你是说？哼！徐婉，3年前留你一条命，现在是你回报我们的时候。少夫人晚上好。少夫人，怎么整这么一出？少夫人，你先坐，待会儿就知道。这些啊，都是今年全球各大奢侈品牌的高定款。这么多？这还只是一部分呢，还有几百件在力士的私人飞机上保运，大概3个小时就到了。几百件，家里放着啥？这些可是全球最顶级的珠宝，你看这个啊，全世界最大的红钻，去年刚拍出了2亿的高价。还有这个翡翠手镯，相传是武皇当年的陪嫁。这个夜明珠啊，它是当年英国。这怎么了，少夫人？您是不喜欢吗？没事儿，厉少说了，您要是不喜欢，他给您重新准备。不是不喜欢。厉墨生最近怎么了呀？我也没惹他了，怎么整这一死出啊？死出？啥是死出？哎呀，跟你说不明白，我去找他。哎，少夫人。哎呦，说厉总都这样了，少夫人咋就是不明白呢？那些东西都是我身上买的，也不值什么钱，你不用谢我。厉墨生，你用不着这样。什么？我们只是合作关系，你放心，我既然已经答应治好你，就绝不会食言。所以，你真的不需要这样。所以，在你的心里，我们就仅仅是合作的关系，是吗？那，不然呢？随便你怎么想。又犯病了。给我。这是还魂草，可是我还没治好它呀。厉墨生，厉墨生，厉墨生，你没走啊？谁说我走了？有什么事儿进去说话。你这个女人一点常识都没有。下雨了，为什么不知道拿一把伞？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我明明还没有治好你的病，为什么送还魂草？我送你东西，还需要理由吗？需要。送给你，你就拿着。无功不受禄，东西我不能收。你非要我把话说得那么明白是吗？我喜欢厉墨生，你还挺有幽默细胞的。
但是这个笑话呢，它一点都不好笑。我说的都是真的。素清，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喜欢的人，也是我唯一想娶的人。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留下来，一直陪着我？哎，这雨说下就下，说停就停啊！我不着急你回答，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李默笙，其实你说什么？我妈不见了。好，我知道了。怎么回事？医院打电话说有人潜进医院带走了我妈。我妈她是植物人，全靠营养液维持生命，一旦停止输液，绝对活不过3天了。一定是她。等等我。阿哥姐，不能这样，阿姨已经睡了。让开！怎么是你？你个逆女，这个家不欢迎你，你马上给我滚出去！我妈在哪？说什么？这里是苏家，谁允许在这里放肆？啊！竟然敢打我！刚刚这一巴掌打的是你枉为人夫。当初跟我妈还没有离婚，你就带着小三和私生女登堂入室，让我妈受尽了委屈。这一巴掌打的是你枉为人父。身为丈夫、父亲，不管家中妻女死活，像你这种人就是人渣！你个逆女！看我好教训你！今天我在这儿，我看你敢动我老婆一下，我看谁敢动我老婆。厉少，找人。是。厉少，没有找到少芬的母亲。李荣和苏婷到底在哪儿？我不知道。不说是吧？给我砸！没听到少夫人说话吗？砸！哎，不动我！哎，不许动我的话！谁动我的话，我给谁毙命！像你这样的人，就该什么都不配拥有。我的话！少夫人，接的倒挺快呀。苏婷，我妈到底在什么地方？苏婷，到底把我妈带到了什么地方？苏青，你要是还想让你妈活命，马上到西郊的工厂来。你最好祈祷我妈没事儿，但凡她有个3长2短，我让你们整个苏家陪葬。苏青，别去，那边很危险。李默笙，如果不是为了我妈，为了报仇，我可能早在3年前就已经死了。不管什么情况，我都不能放弃她。不要等我了，我不值得。没想到你还真的来了，为了你那个死鬼妈，你还真是什么都不在乎啊。苏婷，我妈在哪儿？如果你敢伤她一根毫，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放心，你想给你妈收尸，有的是机会。不过现在，按我说的做，捡起来。你想让我做什么？往自己脸上划2刀，我倒要看看，如果你毁了容貌，李默笙还会不会喜欢你？如果我按照你说的做了，你就会放过我妈？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住手！李默笙，你怎么来了？素清，你记住了，你是我的老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和你共进退。贱人，你犹豫什么？哎，小心！别过来！你当我傻了？就算我刺毁容貌，你会放过我吗？像你这样的人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信。贱人，你快放开我！你既然自己在这儿，那我妈应该就在李荣那里吧？你说，如果我把你当人质，李荣会不会放过我妈？堂主，夫人找到了。小黑的电话，你妈已经找到了，在哪里？在哪里？就在李荣的老宅里，人已经被救出来了。小黑，
这件事你干得漂亮，竟然这么快就得到了人。其实不是我，是厉少。厉魔神，堂主，您不知道，为了找夫人，厉少当晚就出动了厉家上下所有的人，全城搜查。他呀，甚至调取了医院附近所有的监控，他看了整整1个晚上，这才找到了线索。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厉魔神，我有话要和你讲。什么话？其实我……不好了，病人快不行了。什么？厉少，厉夫人，我已经尽力了。你们先出去吧，剩下的交给我。妈，你放心，我一定会救醒你的。这都是你们俩干的好事。婷婷，你说怎么办？妈，你怕什么呀？一个植物人还能开口指认我们2个不成？没有证据，他能拿我们怎么样啊？对，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这就是李荣和苏婷。你们3年前涉嫌故意杀人，跟我们走一趟。你凭什么说我涉嫌故意杀人？你有什么证据吗？我就是证据。李荣，好久不见。李荣，好久不见。你不是植物人吗？苏青这个废物，他怎么可能医得好你？我家堂主可是大名鼎鼎的苏神医。你是苏神医？警察同志，就是他。3年前，他把我从楼上推下来，害我成了植物人。他胡说八道！3年前，你拿着照片过来找我，当时房间里只有我和你2个人，不是你还能是谁？看看，这就是你的乖女儿干的好事儿，现在整个北城都传遍了。我要是你，根本就没脸在这世上活着。大小姐回来了。青青，这个照片上是不是真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污蔑我，原来都是你干的，他们打死你！不是。妈，你的身体恢复得很好，最多再过半个月就能彻底康复了。今天那边警局还给打电话了，说李荣和苏婷涉嫌故意杀人罪，已经被逮捕。至于苏文强嘛，他已经疯了，现在被关在精神病医院。青青啊，妈这次能够醒过来，还能再看见你，已经很开心了。妈，我想好了，等到你身体完全恢复，我们就去乡下，我们去过无忧无虑的生活。那可不行，妈走了，厉少怎么办？妈，其实我当初和厉默生结婚，是因为……青青，虽然当初你为什么嫁给厉少，妈不关心，妈只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厉少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虽然这3年来，妈一直是个植物人，但是对于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那天，在你走过之后，其实厉少也来过。你说，厉默生也去了医院？嗯。您放心，黄昏草已经在来的路上，我相信，只要有了黄昏草，苏青肯定能救醒您。能让她开心，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厉默生他……青青啊，大胆的往前走吧，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人这一辈子实在是太短暂了，人生永远不要留下任何遗憾。妈，我知道了。
厉墨山。乱来啊！我们本来就是夫妻，这怎么能算乱呢？厉墨山，该到你吃药的时候了，我去给你拿药啊。是该吃药了。又和他睡了。早啊，老婆。早。这么早，想干嘛去？我去晨练。我还不知道你有这爱好。要不要一起去？好啊，正合我意。厉墨山，我说的不是这个陈念，放开我！这一大早的，少爷少夫人又开始了。哎呀，幸好你提醒我了，我得赶紧给他们准备补品补汤去。妈，咱们现在怎么办？大哥的病大有起色，公司也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再这样下去，整个厉家都是大哥的了。说到底还不是那个老不死的偏心。既然他这样，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妈，你的意思是？整个厉家说到底也就是掌握在这个老不死的手上，只要他死了，再留下一份遗嘱，整个厉家不都是我们的吗？妈，我什么都听你的。管家，把药给我吧。怎么？妈，你睡了吗？怎么是你呀？哦，管家家里有事儿，今天啊，我伺候您喝药。妈，你快趁热喝了吧。不好了，出事了！怎么了？怎么了？大晚上吵吵闹闹的。老夫人她不好了。奶奶，怎么回事？白天不还好好的吗？我也不知道呀，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就发现老夫人这个样子。快送奶奶去医院。你们谁是病人家属？是我。病人突发心梗，他年事已高，我们无法做手术，你们准备后事了。妈，小峰，听到了吗？刚才医生说那个老不死的活不了几天了。妈，事情这么顺利，多亏了有你。东西准备好没有？这儿跟真的遗嘱一模一样。太好了，有了这个，厉家就是咱们的了。收拾收拾，明天去公司。儿子，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以后都全是你的了。老夫人如今性命垂危，
他要是有个3长2短，公司谁来负责？是啊，这该怎么办呢？各位请安静，先听我说一句。昨天老夫人突发心梗，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对此我深表遗憾。可是偌大的厉氏集团，那么多的产业项目，还有几10万人的员工，这个公司不能没人打理呀。厉夫人说的对，我觉得应该由厉少出面主持才对，毕竟之前公司绝大多数业务都是厉少在管理。说的没错，默笙呢是有能力不错，可是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如果把公司交给他，万一有个3长2短，那岂不是？可是厉夫人，如果厉少都不行，那现如今还有谁能主持大局呢？我，他开什么玩笑真的？二少，你之前根本没有管理过公司，只怕不能胜任吧？况且您作为厉家2少爷，只怕没有这个资格。谁说我儿子没资格？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是遗嘱。没错，这个是老夫人亲笔写下的遗嘱。遗嘱上清清楚楚地写了，如果有一天老夫人驾鹤西去，她名下所有的公司股份以及厉氏所有的资产都归我的儿子厉承风所有。现在你们谁还有异议？那好，现在我有异议。厉少，少夫人，你手里的这份遗嘱根本就是假的。啊，假的，原来是假的。胡说八道什么？这是老夫人亲笔写的遗嘱，怎么会是假的？一定是你们2个不服气，在这里污蔑我们。保安，把他们给轰出去！我看你们谁敢！这怎么可能？我明明已经……你给奶奶下的药确实可以引发心梗，你也知道奶奶年纪大了，如果心梗发作，根本回天乏术。但是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我怎么在这儿？奶奶，我虽然刚来厉家不久，但也感觉得到厉家是个是非之地。默笙得的怪病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小被人下毒所致。你说什么？真凶就在厉家之中，他们害不了默笙，现在转头就来对付您，所以我就提前在你每日的饭菜中下了解毒的药，才保你性命于难。到底是谁？奶奶，这条蛇已经出动了，现在咱们去看场好戏，怎么样？好，给我下药，还伪造遗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妈，对不起，对不起，我鬼迷心窍了，我鬼迷心窍，我是爱子心切，妈，你就看在给厉家生了一个小儿子的份上，你就原谅我吧，妈。啊，你又在想什么？这份鉴定报告可以证明，厉承风根本不是你的孩子，而是你在外面不知道和哪个野人的私生子。这是不是真的？妈，带走。默笙啊，这么多年是我对不起你，要是我早点发现这一切，也不会害你受这么多年的苦。奶奶，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应该是我谢谢您啊。谢我什么呀？奶奶，要不是您，我也遇不到庆庆了。看见你们2个人好啊，我就安心了。孙媳妇儿啊，多亏了你救了我和默笙的命，也救了整个厉家。你怎么了？孙媳妇儿，你是不是？哎，你还愣着干什么？你要当爹了？真的？